欢迎回到宇宙光之声，这是一个与灵魂对话的空间，透过经文评语与牌卡指引，照见那些被压抑的渴望，疗愈你曾经遗忘的自己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过一条静静苏醒的道路，从讨好与取悦中解放，活出真正的力量与价值。你是不是也曾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总是微笑着说好？是不是总在关系里努力做个好人，却觉得越来越委屈，越来越迷失？但亲爱的，灵魂从不需要你去讨好才能被爱。这一周，宇宙想对你说，当你不再讨好，就会开始活出你的真实力量。让我们一起穿越内在的乖巧枷锁，回到真正的自己。这一周的主题是，当你不再讨好，就会开始活出你的真实力量。本周引用的经文选自《道德经》第10章，载淫破报一，能无离乎？这句经文问的是，你能否在生活中仍与灵魂本源合一？当我们习惯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外界认可上，就会在无意中分离于一。这种分离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寻求外界肯定，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，也会让我们活在匮乏与比较之中，使我们在关系里委屈、讨好，渴望别人为我们的存在盖章认证。但一旦你回到本源，与宇宙连结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来证明什么，因为你本来就很重要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力量的显现。我们常常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，把心放在他人的眼光里，却忘了自己才是生命的主角。灵魂在问你，你能否在日常生活中仍与你的本源合一？在每一次讨好他人的同时，你是否也能照顾那个渴望被看见的自己？宇宙想提醒你，当你愿意放下讨好，停止扭曲自己，去维系不对等的关系，你的力量才会真正回到你的手中。这周，我们一起回到内在，辨识那些表面之下的情绪波动，诚实面对自己真正的渴望，让真实与稳定的能量重新灌注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进入到抽牌的部分，先来看到塔罗牌。第一张抽出了金币2，金币2带来一个画面，你是否常常感到在两种角色之间拉扯？一边是讨好型的你，努力扮演好他人期望的样子；一边是内心那个渴望真实活出的你，内在有个声音一直在喊着，我好累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做自己？这张牌提醒你，不要再硬撑地去维持平衡，而是去看见那个你真正想为自己做决定的灵魂。若你一直试图满足他人的期待，终将失去内在的稳定。第二张抽出了权杖侍者，权杖侍者则像一股渴望突破的火，带着初生之光的勇气，想去跳出那个只是为了迎合的自己，开始回应一个全新的灵魂冒险。你心中有一个想法、计划或梦想，它纯粹、真诚、热烈，但或许你从没让它真正发生过。你渴望一场崭新的开始，渴望活出与众不同的自己，但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资格，怕别人不认同。
这张牌是灵魂在对你说，你准备好了，请给他一个出口。你需要鼓起勇气，踏出好人人设的舒适圈。你正站在这两种能量之间，一边想稳住关系与现实，一边又渴望冒险与创造。第3章抽出了金币皇后。金币皇后的出现是宇宙在说，你不需要牺牲自己来维持和谐。真正的丰盛来自你内在的踏实与笃定。她是一位懂得照顾自己也照顾世界的女性原型，但她不委屈自己去换取别人的认可。她邀请你来深深扎根在自己的价值中，懂得照顾自己，也懂得画出界限，因为她知道真正的爱不是来自牺牲，而是源自自我珍视。你也能成为那样的人。当你开始选择忠于自己的步调，照顾自己的需要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世界竟然不会因此崩坏，反而会开始对你展现更真实的回应。这是你的终点，也是你的本质。你与生俱来就拥有疗愈的能量与照顾的天赋，但过去你把这份能量都给了别人，现在是时候学会把这份丰盛的能量也留给自己。这3张牌串联起来，是灵魂对你说的一段话。亲爱的，你不用再左右为难，因为你内在的光早已准备好照亮那条属于你的路。你的力量不在于你多能牺牲、忍让或讨好，而是你愿意选择自己，活出自己，然后温柔且坚定地说，这就是我。再来是神谕卡的部分。第1张抽出的是 Yes， 是。这张卡带来一个强烈的讯息，你的直觉是对的。也许你最近常有想要转变，拒绝某些过去的模式，甚至离开某些让你疲惫的人际关系，但你迟迟不敢行动。这张卡是宇宙送来的肯定，请相信你自己。第2张抽出了 The Great Gathering， 大汇聚。这是一个提醒，你不是孤单的。当你开始活出你的真实，灵魂家人与共鸣的人就会一一出现。那个曾经需要你讨好的世界会慢慢退场，一个与你频率一致的世界正在靠近你。这5张牌仿佛在对你说，亲爱的，是时候放下为了被爱而活的自己，而开始为了爱自己而活的旅程了。你的价值不是来自你为别人做了多少，牺牲了多少，而是你是否敢诚实地做自己，并在这个世界上站稳你真实的位置。当你总是努力讨好，努力坚强，其实是因为你怕没人能真正接住你最脆弱的样子。但宇宙说，你不需要再证明自己值得被爱，你本来就值得。这周的灵魂讯息是一段召唤，请你停下讨好的脚步，回到你的内在，找回那个真实、有温度、有力量的你。当你愿意为自己做选择，你不会失去爱，反而会吸引真正爱你本来模样的人。这就是你真实力量的开始。这周要问问你的内心，在最近的某段关系或某个选择中，我是否违背了自己的心，只因为我怕对方不高兴、不认同或离开？你的灵魂其实不想你再一次去讨好世界，你的灵魂想要你诚实地活出自己。诚实并不等于伤人，而是真诚地说，我也有需要，我也值得被照顾。
们可以透过一些行动来练习忠于自己，自我疗愈。第一个每日小练习，写下3件今天你忠于自己的选择，其实只是点了一杯自己真正想喝的饮料，买了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或者拒绝了一个你不想参加的聚会，你不想答应的邀约或请求，这些都可以写下来。透过这样的练习，你会发现你会慢慢有自信地去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是站稳自己的立场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轮冥想练习。闭上眼，将双手轻轻放在心口，想象一道绿光从心轮扩散，将你包围。然后对自己说，我值得活出真实的我。透过这样的练习，就能够慢慢建立自己的价值感。第3个练习，就是在决定之前，先停下来问问自己3个问题。我是真的想这么做吗？我是为了谁在做这个决定？如果我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，我会怎么选？透过这样的练习，能够帮助你做出忠于你自己的决定。你并不是自私，只是忠于愿意为自己活一次。当你选择真实，你也会吸引来真正能看见你、尊重你的人。别怕暂时的不被理解，因为宇宙永远知道你的心，也正站在你这一边。愿这周的讯息带你回到那个无需讨好就能安然存在的内在中心。你是光，你值得自由，你已准备好。感谢你与我一起走过这段灵魂的旅程。如果你感受到什么被触动，想说的话，欢迎留言与我分享。也别忘了订阅宇宙光之声，让我们每周都能透过光的频率彼此相遇与疗愈。愿你在这周勇敢地回到你心中真正的渴望，并以爱与力量活出你最真实的样子。我们下周见。